洞察局势，开启视野。这里是火力早报时间。泽连斯基提议与普京直接会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库皮扬斯克虚报战功。乌克兰全力冲刺2027年加入欧盟。据欧洲真理报报道，乌克兰外交部长安德烈·西比哈公开证实，泽连斯基已准备好与普京举行直接会谈，旨在解决和平谈判中最后也是最棘手的两个核心问题：领土归属以及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未来控制权。根据西比哈的表述，目前的谈判团队已经在停火参数、监督与核实机制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在领土主权和核能安全这两块最后的硬骨头面前，只有最高层级的对话才能打破僵局。乌方态度明确，拒绝与拉夫洛夫开辟平行通道，坚持由元首直接对谈，以确保决策的终极效力。目前由乌克兰、美国和俄罗斯组成的谈判小组正全力筹备定于2月1日的下一轮高级别会议，这将是决定2026年战与和的关键节点。就在外交层面释放和谈信号的同时，俄罗斯军方高层却在战场数据上闹出了惊人的乌龙。俄罗斯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在视察西部部队群时，宣称俄军已占领了哈尔科夫州的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维镇，并声称正在进行城区清理。然而，这一说法遭到了各方的集体打脸。根据 Deep State 等开源情报机构的实时地图显示，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维目前仍完全处于乌克兰国防军的坚固控制之下，距离俄军的最前沿阵地至少还有10公里的距离。连俄罗斯本土的亲战博主都对此表示强烈质疑，认为这是格拉西莫夫在面临战事停滞压力下的虚报战功。据悉，库皮扬斯克乌兹洛维的战略价值极高，它不仅是一个大型居民点，更是连接哈尔科夫、俄罗斯别尔哥罗德以及乌东多个重镇的超级铁路枢纽。2022年，俄军曾利用该站进行大规模兵力中转，同年9月被乌军收复，并在2025年底成功粉碎了俄军小股步兵的渗透。格拉西莫夫这种在地图上推进的荒诞言论，再次暴露出俄军指挥层在真实战况感知上的脱节与焦虑。在战场与谈判桌之外，乌克兰正加速锚定其在欧洲版图中的长远未来。泽连斯基近日与奥地利总理进行了深度通话，正式提出乌克兰在2027年加入欧盟的战略蓝图。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入欧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整合，更是欧洲集体的战略安全保障。他向奥地利方面阐述了乌克兰在技术、安全和经济领域能为欧洲大陆做出的核心贡献。基辅方面目前正力促盟友，支持一个具体的快捷的入盟时间表，而不只是无限期的候选地位。与此同时，奥地利再次向乌克兰能源系统拨付专项财政援助，以稳定遭俄军系统性破坏的电力行业。泽连斯基还向澳方通报了此前在阿联酋举行的乌美俄三方安全保障会谈的进展。这种战场抗压、外交博弈、入欧冲刺的三线并行，展现了乌克兰在2026年开年极强的战略韧性。当格拉西莫夫还在对着错误的地图清理城区，泽连斯基已经开始在达沃斯与阿联酋的共识基础上规划后战争时代的欧洲边界。谎言无法夺取枢纽，但实力却能赢得保障。2月1日的会谈是否能成为终结冲突的黎明，我们将拭目以待。今天的早报到这儿就结束了，局势在变，真相不变。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打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